据俄罗斯媒体的消息报道，日本首相菅义伟于6月1号在官邸与美国印度太平洋司令部司令阿奎利诺进行了会面，双方强化了日美同盟的同时，还就有关中国事件进行了讨论，例如围绕中国目前在包括东海在内的多个地区的海洋活动，日美双方就强烈反对中国单方面改变现状达成了共识。与此同时，防卫相岸信夫也在防卫省与该司令部司令阿奎利诺进行了会谈，双方考虑到中国的军事压力，就台海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达成了共识。值得一提的是，阿奎利诺在今年3月份曾把中国对台海发动进攻的可能性视为最大关切事项，在此背景下，其强烈呼吁要增强与盟友国间的相关合作。由此可见，此次日本首相与阿奎利诺会面的目的，就是针对台海问题进行相关讨论。此举把中国放在什么地位上了？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台海问题都是属于中国内政，台海更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点是我国多次强调过的了。从外交部到国防部，随着事态的发展，中方在每次的警告中都强调了两岸问题是中国内部的事情，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国家都没资格干涉。现在因为拜登的上台，加大了针对中国的力度不说，日本这个国家也仗着有美国撑腰越来越飘，接连拿台海问题做文章，还扬言要武力介入台海。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前不久还跟美国在中国周边海域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日本媒体声称是为了干涉台海做准备，如今更是与美国勾结，公然对中国谈判，反对我国改变台海现状。至此，令我国人疑惑的是，什么时候中国内政变成域外势力光明正大的干涉了？不难看出，日本现在摆明了是铁了心要参与台海问题，可该国当真不清楚这样所带来的后果吗？真惹怒了中国，引起了解放军的反击，美国损失自身利益支援日本的可能性等于零。话说回来，面对日美步步紧逼，我国自然也不能放松警惕，必须时刻做好反击的准备。毕竟谁也不敢保证日美在狗急跳墙的情况下会做出什么事情来。总之，我国人必须放弃幻想，不过也不用太过于紧张。对于中国来说，你喊你的，我打我的，不妨碍中国统一。包括美日在内多国大呼小叫，中国也不用在意，因为统一势在必行。反倒是岛内应该恐慌，一旦中国开启统一的第一枪，最先遭殃的一定是岛内民众，其他国家充其量也就是一副看好戏的样子。如此来说，倘若美日继续就台海问题挑衅，那么当大陆准备反击时，就是岛内求饶的时候。据观察者网6月2号的消息称，马来西亚皇家空军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中表示，解放军空军近日派遣了16架战机在南海巡航，期间的巡航轨迹甚至一度靠近马来西亚北部海岸60海里之外的空域进行可疑飞行。为此，马来西亚官方还要求中国解释此行为。面对马来西亚的质询，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发言人表示，中国空军这次飞行是常规训练，没有针对任何国家。在训练期间，中国军机未进入任何国家空域，严格遵守相关法律。从驻马大使的回应中可知，中国空军战机确实巡航了南海，且一度抵近马来西亚，但是皆属于合法行为。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从马来西亚空军拍摄的现场照片可以看出，马来西亚空军派出了英式教练机进行监视并配合飞行。中国空军此次出动的是一批大型运输机，其中有运20和1276。至于附近有没有中国空军的战斗机护卫，这一点在照片中并没有显现出来。实际上，中国空军在近几年派出战机巡航南海尤为正常。此次马来西亚方面的反应之所以会如此的大，主要原因是因为这次中国空军的军机在北康沙礁附近巡航，一直以来，马来西亚就非法进入中国的九段线进行油气资源的勘探和开采。北康沙礁不管是在历史上还是现在，都位于中国九段线内。由于该地与大马沙捞越州比较接近，所以马来西亚将其划归专属经济区，而借口是该沙礁位于该国近海大陆架之上，并在靠近北康沙礁海域的 SK308 区块开展石油。在知晓了中国空军巡航的具体位置后，那此次的任务目的自然也显而易见了。所以说，大使就不该解释，有什么好解释的？中国空军展现出来的16架战机就是最好的解释。而且这次的巡航任务有一个特别的重点，那就是被拍到的16架战机全是运输机。需要知道的是，一架运20可以一次空投数百名伞兵或者3辆伞兵战车，1276则是150名伞兵。也就是说，这一次战训南海，差不多可以一次送入1个旅的重装空降部队了。所以也有分析认为，这一行动对马来西亚的震慑都是次要的，主要是为了应对马六甲海峡发生事端的预演。
据南海态势感知平台的消息，在6月1号当天，美军一架侦察机从冲绳出发，在东海和黄海海域展开了广泛的侦察行动。按照平台公布的路线图，这架美军侦察机深入我国东海防空识别区，沿江苏省海岸线一路北上，并在胶东半岛附近掉头，其行动十分大胆，也十分猥琐。据了解，这次美军出动的侦察机是一架 RC-135U 电子侦察机，它的绰号叫战斗派遣，是一架专门用来收集地区内的电磁信号的飞机，其作用是为美国总统、防务领袖以及战区指挥官收集情报、定位敌方雷达信号、提供战略分析。战略作用如此之大的它，整个美军也就装备了2架，也就使该侦察机具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这也不禁让人好奇，美军此次派遣 RC-135U 过来，到底是为了窥探些什么呢？对此，有分析认为，美军此次就是冲着我军3大海域齐练兵来的。渤海、黄海以及东海近段时间都有着实弹军演，这边黄海军演才刚亮剑，美侦察机就深入防空识别区来偷窥，所以很难让人不怀疑其目的。按照 RC-135U 的性能来说，既然它能够收集到各种电磁信号，那美军必然能够依靠这些获取的信号来模拟一个同我军交战的战场环境。那么重点来了，既然现在美军侦察机都已经深入我军的防空识别区，而且都开始搜集我军发出的各种电磁信号了，这么明显的间谍活动，我军为啥不能直接击落美军侦察机呢？众所周知的是，12海里是以海岸线为基准的国家领海。如果一国领海内的外机和外舰在未征得同意的情况下进入领海，那主权国家就可以采取行动进行驱逐或扣押，甚至直接击毁，而无需承担国际责任。而且在领海之外，许多国家也会根据防务区域划出防空识别区，如我国的东海防空识别区。也就是说，如果敌机进入了12海里以内，我军是能直接击落的。但这里有个前提，就是我军能够准确的击落 RC-135U， 使其残骸坠落到我军所划定的领海当中。但要知道的是，我军是能这么干，但这么干了就得准备好推翻之前所划定的规定。一直以来，我军都秉承着不打第一枪原则，如果仅仅是为了一架侦察机就违反了这一原则的话，那肯定是不理智的。而美军也抓住了这一痛脚，并大肆利用。近日，美国自己在外部危机重重，却也没有放弃对中国的各种小动作。如今，美军已经不满足只在南海转悠，把手伸向了东海和黄海，并且再次挑战中国红线。这回，解放军还能轻易放过吗？从5月30号起到6月4号，解放军在黄海、东海、南海3方海域进行了演习。这本来就是中国自己内部事务，更何况还是在自家地盘上演习，谁知美国却丝毫不曾放过。5月31号、6月1号接连派出侦察机在南海、东海进行侦察探测，说这不是冲着解放军来的都没人信。当然，这些都是小意思，毕竟自从2020年以来到2021年，美国做这样类似的行为是越来越多，只是这次目标是中国附近的3面海域而已。就像是有专家说的，我们其实对这件事已经是见怪不怪，而我国也向来尊重各国在公海区域自由航行，但是美国早已不满足于此，插手台岛更是再升一级。不仅是售卖武器、疑似驻兵等等，如今更是被曝光挑动两岸红线。近日有岛内媒体爆料，美国近期直接给台驻美外事人员发放了个人免税卡，而台驻美的协会更是更改为国务院，办事代表处更是直接称台湾，证件登记更是与美国的邦交国家相同。美国这是什么意思？相信大家都能看得出来，很明显又是在给岛内发送错误信号，企图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对于美国这一次在中国红线上蹦跶，解放军直接强势出击，南海、台岛宣示主权，再一次明确告诉美国这是中国的地盘。美国在中国地盘上搞事儿，那就先看看中国的实力。在各方新闻出来后，解放军直接强势出击，在本月首日当天，军机再次巡台，并且这次巡台高度达到15000米。很显然，这次不仅是解放军再一次练兵，同样也是警告，台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军队在这里拥有绝对主权，不管是美国还是岛内分裂分子，只要有异动，中国军队不介意动手。除此之外，解放军还出动了近些年最大规模的运输机编队，在南海进行巡航。据马来西亚皇家空军声明表示，这次解放军出动了包括运20、伊尔76大型运输在内的16架运输机编队。而我国外交部也对此表示，中国军队遵守有关国际法，没有进入任何国家的领空，也不针对任何国家。
话当然是这么说了，但究竟是不是这么回事儿就很有意思的。毕竟解放军这一次不仅亮出了实力，也深入了南海腹地，宣示了主权，最重要是还练了兵。要知道运输机出动，其一就是需要远行，其二就是运送大批物资。毕竟伊尔76和运20可都是全球都能数得上号的大家伙，训练一下跟随军机前往美国附近空域巡航也是可行性很高的。所以美国一再挑战中国红线，就算不是意图对中国正式宣战，也没打什么好主意。所以解放军必须要亮亮实力，不然美国真当中国是病猫了。